妻子外派半年，我哄3岁儿子睡觉时，他悄声说：“爸爸，妈妈藏在阁楼里。”我愣住了。顾清颖去德国已经4个月了，每天都跟我视频通话。昨晚还给我看了慕尼黑的夜景。小雨，你说什么？妈妈藏在阁楼里。雨拉着我的手指，认真的重复。她白天躲在上面，等你上班了才下来。我家是个跃层，2楼有个储物阁楼，平时堆些杂物，落了锁很少上去。你做梦了吧？我摸了摸儿子的头，妈妈在德国呢，很远很远的地方。不是做梦。沈宇皱起小脸。妈妈说让我保密的，不能告诉爸爸。那你为什么告诉我了？因为妈妈好像很害怕。小雨的声音压得更低，她老是哭。我盯着儿子的脸看了好一会儿。3岁半的孩子不太会编这么完整的故事，但也不排除他把梦境当成了真实记忆。好了，睡觉吧。我替他盖好被子。明天爸爸带你去游乐场。爸爸，小雨拽住我的袖子。你不要告诉妈妈我说了这件事，她会很着急的。我关上他房间的门，站在走廊里，往头顶看了一眼。阁楼的入口在走廊尽头，是一扇向上翻的折叠木门，需要拉下折叠梯才能上去。我上次打开那扇门，大概是半年前收拾换季衣服的时候，不可能有人藏在上面。我说服自己回卧室躺下了，但那天晚上我翻来覆去到凌晨3点才睡着，脑子里一直回想着小雨那句话：妈妈好像很害怕，她老是哭。第2天是周六，我带小雨去了游乐场，他玩得很开心，完全是个普通的3岁半男孩，蹦蹦跳跳，追着鸽子跑，围一根棉花糖兴奋半天。回家路上他在安全座椅上睡着了，我把他抱回房间放好，然后一个人站在走廊里，抬头看着阁楼入口，锁还挂在上面，落了一层灰。我找出钥匙，爬上梯子，打开锁，推开木门。阁楼里光线昏暗，堆满了纸箱和旧家具。我用手机打着灯扫了一圈，没有人，也没有任何人住过的痕迹。角落的箱子上积着厚厚的灰，地板上没有脚印。我站在阁楼里，松了口气，又觉得自己有点可笑，居然会因为一个3岁孩子的话跑上来搜查。关好阁楼门，我重新落了锁。晚上，顾清颖打来视频电话，屏幕里她穿着灰色卫衣，头发松松扎着，背景是酒店房间的书桌，上面摊着一堆文件和笔记本电脑。小雨今天乖不乖？很乖，带他去了游乐场。我看到你朋友圈了，他玩海洋球那张拍的好可爱。清颖笑了笑，项目这边进度还行，可能再有2个月就能收尾了。2个月，那就是还有8周。差不多，你们2个再坚持坚持。挂掉电话，我看了看时间，北京时间晚上9点，慕尼黑应该是下午2点，时差没问题，背景也没问题，他的状态也很正常，一切都很正常。是小雨在瞎说。接下来1周，我没有再提这件事，小雨也没有再提。我以为这个插曲已经过去了，直到周3晚上，那天我加班到8点才回家，阿姨已经给小雨洗好澡，正在给她讲故事。我接过手，哄她睡觉。爸爸，她在黑暗中忽然开口：“妈妈今天给我吃了饼干。”我的手停在她的背上。什么？草莓味的，是我最喜欢的那种。小雨说的理所当然。妈妈说你上班以后他就下来了，还帮我搭了积木城堡。小鱼，阿姨今天给你吃饼干了吗？阿姨给的是苹果，不是饼干，饼干是妈妈给的。我起身走进厨房，打开零食柜，里面确实有1包草莓饼干，是我上周买的。我记得很清楚，那包饼干是满的，因为我觉得小雨最近吃糖太多，打算过2天再给她。现在少了大半包。我问阿姨，她说她没有给小雨吃过饼干。那天晚上我又失眠了。第2天一早送小雨去幼儿园之前，我蹲下身跟她平视。小雨，你跟爸爸说实话，妈妈是什么时候开始藏在阁楼里的？很多天了。多少天？你能数出来吗？小雨伸出2只手，把10根手指全张开，又张开一次。20天。她点头。妈妈说她数过日历了。他为什么要藏起来？妈妈说外面有坏人在找她，她不能让坏人发现她在家里，所以不能让爸爸知道。什么坏人？小雨摇头。妈妈不肯说，但她很害怕。她说如果坏人找到她，我们全家都会有危险。他白天在哪里？就在阁楼上面吗？爸爸上班以后他就下来，在客厅里坐一会儿，有时候去厨房。阿姨来之前他就回去了。阿姨几点来？我不知道，但妈妈说她能听到电梯的声音，阿姨来了她就上去。我觉得后背发凉。如果小雨说的是真的，那意味着有人在我上班之后，阿姨到来之前的那段时间里，从阁楼下来活动，而这个人在小雨的认知里就是她妈妈。但阁楼的门是锁着的，我亲自检查过，锁上有灰尘，没有被动过的痕迹，除非那个人不是从阁楼门进出的。我把小雨送去幼儿园，然后请了半天假。回到家，我没有上阁楼，而是把整个房子仔仔细细的检查了一遍。跃层的结构我很清楚，我自己就是建筑设计师，当初买这套房子的时候亲自审过图纸。1楼是客厅、厨房、小雨的房间和客卫，2楼是主卧、书房和阁楼入口。阁楼面积大约15平方，层高1.6米，大人进去需要弯腰。我检查了所有的窗户，都从内部锁好了。入户门只有一把钥匙在我这里，另一把在清颖那里，至少她说是带走了。阿姨每天用我给的密码开门，没有任何异常。但我还是做了一件事，我在客厅的书架上放了一个旧手机，打开了录像功能，角度对准客厅和厨房的方向，手机用书挡住，从外面看不出来。然后我正常出门，假装去上班。这一天我在公司完全无法集中注意力。下午2点，我实在忍不了了，找了个借口提前走。回到家是下午3点，阿姨刚带小雨午睡起来。阿姨，今天家里有什么异常吗？没有啊，挺正常的。阿姨一边给小雨穿外套一边说，
就是小西今天中午不太肯睡觉，说要等妈妈。等妈妈。我让阿姨先带小雨去小区里玩，自己走进客厅，从书架上取下那部旧手机，电量还剩12%。从早上8点录到下午3点，将近7个小时的视频。我快进翻看，8点15分，我出门的画面；8点20分，阿姨到了；9点，阿姨带小雨出去玩，然后是空荡荡的客厅。时间1分1秒过去，9点43分，我的手指停住了。画面右上角，楼梯口出现了一个模糊的影子，很短，只有不到2秒，像是有人探了一下头又缩回去了。我反复回看那2秒钟，分辨率不高，光线也不好，但能看出那是一个人影，身材纤细，长发，穿着深色的衣服，动作很快，像是在确认楼下有没有人。我的手开始发抖。10点07分，阿姨带小雨回来了，之后的画面一切正常，再没有出现任何异常。也就是说，那个人影出现在和小雨外出的那段时间，他知道什么时候没人，他一直在听。当晚我没有给青颖打电话，而是选择了发消息。青颖，最近项目忙吗？还好，明天有个重要的阶段汇报。你怎么了？没事，就是想你了。我也想你们。再坚持1个多月，1个多月，我又看了一遍那段视频，反复看了10几遍。那个影子太模糊了，根本看不清面容，但身形和青颖很像。青颖1.65米，偏瘦，头发到肩膀下面。我做了一个决定，第二天一早，我去5金店买了一个微型摄像头，带夜视功能的那种，只有拇指盖大小。回到家，我把它装在了2楼楼梯口正对阁楼方向的位置，藏在一个装饰花瓶的叶子后面，连上家里的 WiFi， 手机上就能实时查看。装好之后，我上班去了。一上午我不停地刷手机画面。9点，阿姨带小雨出去了。9点38分，阁楼门从内部被推开了，我看得清清楚楚，那扇门不是从外面被打开的，而是从里面推开的。门上的锁，我亲自检查过的那把锁，挂在门框上，是开着的。一个女人从阁楼口探出头来，长发，脸色苍白，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家居服，是顾青颖，或者说是一个和顾青颖一模一样的女人。她小心翼翼地放下折叠梯，赤着脚走下来，每一步都很轻。到了2楼走廊，她停住，侧耳听了一会儿，确认楼下没人后，她下了楼。我盯着手机屏幕，看她走进厨房，她打开冰箱，拿出一瓶水，站在水池边小口小口的喝，然后她拿了2片面包，没有加热，就那样干吃。她吃东西的样子很急，但动作又刻意压着，不发出声响。吃完后，她把所有痕迹收拾干净，用过的杯子洗了放回原处，面包袋子的封口重新封好，台面用纸巾擦了一遍。然后她走进客厅，在沙发上坐下来，她就那样坐着，2手交叠放在膝盖上，低着头，一动不动。大约5分钟后，她站起来，走到小雨的房间门口，推开门看了看里面，当然是空的。她走进去，拿起小雨床上的玩偶，抱在怀里，把脸埋进去。她的肩膀在抖动，她在哭。10点整，她把玩偶放回原位，擦干脸，上楼，收起折叠梯，关上阁楼门。整个过程不到半小时。我坐在办公室里，盯着手机上空荡荡的走廊画面，脑子里一片混乱。那就是青颖，没有任何疑问。她的走路方式，她的小动作，她拿杯子的手势，那就是我老婆。但我老婆应该在慕尼黑，我们昨天还发了消息。我拨通了青颖的视频电话，她接了。画面里，她坐在一张办公桌前，背后是落地窗，能看到外面灰蒙蒙的欧洲城市天际线。怎么了？上班时间打视频？想你了。我说，让我看看你那边。她把手机翻转了一圈，给我看了办公室的全貌。桌上有咖啡杯、文件夹和一台打开的笔记本电脑。窗外的建筑风格确实像欧洲。看到了吧，一切正常。她笑了笑。你最近是不是压力太大了，老打电话？没有，就是想确认你还活着。这话说的，我好好的。挂掉电话后，我调出监控回放，把时间拉到刚才的时间点。阁楼门紧闭，没有任何动静。2个青颖不可能同时存在，但我亲眼看到了。当晚回到家，我装作若无其事的给小雨洗澡、讲故事、哄睡觉。爸爸，她在我关灯之前忽然说：“妈妈说她今天特别想你。”我握紧门把手。他还说什么了？她说她很对不起我们，但她没有别的办法。小雨翻了个身。爸爸，妈妈是不是做了什么错事？没有，妈妈什么错事都没做。那为什么坏人要找她？没有坏人。我说：“你做个好梦。”关上门后，我站在走廊里，抬头看向阁楼入口。那扇门在黑暗中像一个沉默的嘴。我没有上去，不是因为害怕，而是因为我还没想好，如果推开那扇门，看到青颖的脸，我该说什么。当晚11点，我坐在客厅里给青颖发了条消息。如果我说小雨跟我说你藏在家里的阁楼上，你怎么想？她回复的很快。哈，你在说什么？小雨说你已经在阁楼里藏了20多天了。她说你白天会下来给她吃饼干，陪她搭积木。什么？你没事吧？我很清醒。小雨3岁半，她分不清现实和想象。之前她还说幼儿园有恐龙呢。她说你穿蓝色家居服，说外面有坏人在找你，你必须躲起来。你听听你自己在说什么。我在德国慕尼黑，现在看着窗外正在下雪，我怎么可能同时在你们家阁楼里？我没有回复。沈默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又发来消息，你们是不是该去看看心理医生？小雨可能是太想我了，分离焦虑。你可能是太累了，2个人互相影响。认真的，挂个号。我放下手机，在黑暗中坐了很久。从逻辑上讲，他说的完全正确，一个人不可能同时在2个地方。但我有监控录像，那个女人从阁楼里走出来，在我家厨房吃东西，抱着我儿子的玩偶哭。那不是幻觉，那是真实的影像。
除非那个监控录像是假的，但那是我自己装的摄像头、自己的 WiFi、自己的手机啊，或者除非那2个清零里有一个是假的。我记下了水表和电表的读数。第3天结算的时候，数据摆在面前，面包3天少了6片，我和小雨加起来最多吃4片，牛奶比正常消耗多了约200毫升。水表在我和小雨睡着之后的凌晨时段，每晚跳动 0.03 到 0.05吨。凌晨用水，有人在我们睡着之后，在这个房子里活动。我还注意到一些细微的变化，书房的椅子角度和我离开时不同，卫生间的毛巾挂的位置偏了几厘米，小雨的积木城堡上多了2块我没印象拼上去的积木。一个人住在我家里，不是鬼，鬼不吃面包，不喝水，不用卫生间，一个活人藏在我的阁楼里。周末，我决定实施一个计划。周6一早，我给小雨收拾了过夜的背包，告诉她去爷爷奶奶家住1晚。爸爸也去吗？小雨问。爸爸有点事儿，晚上来接你。他的脸上闪过一丝迟疑。那妈妈怎么办？妈妈没事的。小雨点点头，但上车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窗户。我把他送到父母家，简单交代了几句就走了。小莫，你是不是有心事？我妈追出来问，脸色不好看。工作上的事，没什么。青颖什么时候回来？快了。开车回到小区后，我没有直接上楼，而是把车停在隔壁街，步行绕到小区后门进去。上楼之前，我先用手机查看了监控画面。阁楼门紧闭，我用钥匙开门，没开灯，脱掉鞋，在客厅角落坐下，窗帘半拉着，午后的阳光从缝隙里透进来，在地板上画出一道细长的光带。房子里安安静静的。1个小时、2个小时，我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疯了。2个半小时后，头顶传来一声极轻的响动，是木头摩擦木头的声音。阁楼门被推开了，然后是折叠梯被放下的声音，金属铰链发出很小的吱呀声、脚步声。我屏住呼吸，贴在沙发侧面，从缝隙里往楼梯方向看。一双赤脚出现在楼梯上，然后是深蓝色家居服的下摆，然后是一只手扶着栏杆，手指很白，指甲很短。青颖一直不留指甲，说做实验不方便。他一步一步走下来，到了最后3级台阶的时候，他停住了，侧耳听了一会儿，然后他转身往厨房方向走去。经过客厅的时候，他离我藏身的沙发不到2米，我看到了他的侧脸，是青颖，不是像青颖，是青颖本人。左耳后面有一颗小痣，下巴的弧度、鼻梁的高度都是他，像是很久没有好好吃过东西、好好睡过觉的人。他走进了厨房，我听到冰箱门打开的声音，然后是水龙头，很小的水流，几乎只是一股细线。我站起来，双腿有点发麻，一步一步走向厨房门口。他正背对着我，站在水池边喝水。青颖，杯子掉在了地上，他猛地转身，整个人撞在了灶台上。什么？他的声音嘶哑，像是很久没开口说过话。我们对视了大概3秒，然后他的眼泪就下来了，不是小声哭，是整个人滑坐到地上，双手捂住脸，肩膀剧烈的抖。我蹲下身，离他1步远。你在这里干什么？他摇头，哭得说不出话。你不是在德国吗？他抬起头，满脸都是泪。我从来没去过德国。那每天跟我打视频的是谁？不是我。我伸出手碰了碰他的胳膊，温的，有体温，是一个活人。你从头跟我说。他擦了擦脸，哭了一会儿才慢慢平复下来。我在阁楼上已经住了26天了。他的声音很小，像怕被谁听到。在这之前，我住在城东那边一个出租屋里，但被发现了，不安全，我只能来家里。被谁发现？他咬住嘴唇。我不能说。你不能说。如果我告诉你，你也会有危险，小雨也会。我已经在危险里了。我说，我老婆在阁楼上藏了将近1个月，我连这都不知道。你觉得我现在安全吗？他又开始哭。4个月前你说去德国出差，项目周期6个月，行李是你自己收拾的，我送你去的机场，你到底有没有上那架飞机？没有。你去了哪里？我进了安检口之后，就从另一个通道出去了。他低着头，然后打车去了城东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必须消失。消失？你有家有孩子，你消失什么？他突然抬头，眼睛通红。我做梦都想回家。我每天在阁楼上面听小玉在楼下叫妈妈，你知道那什么感觉吗？他的声音太大了，我本能的往窗户方向看了一眼，他也意识到了，立刻压低声音。对不起。你先起来。我扶他坐到餐桌旁，倒了杯水给他，他双手捧着杯子，一口一口的喝。你什么时候开始跟小雨接触的？来了阁楼之后第2天。他午睡醒了，阿姨在厨房准备点心，他自己跑到2楼来玩，正好看到我在放折叠梯。你没有锁阁楼的门？我锁了，但锁是从外面挂的，我从里面可以把门栓拨开，那个锁只是挂着，不是真锁住的。我想起我检查的时候，锁上有灰，看起来没动过。我每次出来都会把灰抹回去。他看出我在想什么。我知道你迟早会来检查。我靠在椅背上，看着这个女人，我的妻子。她在我家的阁楼上藏了26天，我一无所知。跟我以前工作有关。顾青颖之前在一家生物制药公司做研发，叫斯诺康，规模不大，但据说在做一些前沿的基因疗法项目。他3年前跳槽过去的，待遇不错，我没多过问。斯诺康？他点了点头。你在那里碰到了什么？我不能。青颖，我打断他，你再说一次不能，我现在就报警。他盯着我看了很久，我发现了一组临床数据，他的声音低得快要听不见。3期实验的数据，有一款新药，代号 G27，准备年底申报上市。我在整理资料的时候发现，2期试验中有6名受试者出现了严重的神经系统不良反应，其中2个人3个月后死亡。这些数据被从报告中删除了。你怎么知道被删除了？
因为我看到了原始数据，有个同事不小心把未删改的文件存错了位置，存到了我能访问的共享盘里。我打开对比之后发现，提交给药局的版本和原始数据完全不一样。你告诉公司了？我先找了直属领导，他沉默了很久，让我别声张。第二天他就被调走了。然后呢？然后我犯了一个错误，他闭了一下眼睛。我把原始数据拷了一份。存在哪里？ U 盘，现在在阁楼上面。我开始理解了，公司发现了。不是公司，是公司背后的人。斯诺康的最大股东是一个叫君和资本的投资机构，实际控制人叫裴政伟。GR17如果上市成功，预估年销售额超过80亿。80亿？对，所以那组被删掉的数据值80亿，而我手里有备份。他们怎么知道你靠了数据？我不知道，但我辞职的那天，有2个人在公司停车场等我，他们没动手，只是站在那里看着我。看了很久。那天晚上，我的车被人撬开了，车里翻得乱七八糟。你没报警？报什么？我说有人要杀我，因为我发现了药企造假，我连对方是谁都不确定，去报警只会暴露自己。所以你选择消失？我联系了一个朋友，以前做过安保行业的，他帮我策划了整套方案，假装出国，换手机号，现金生活，不使用银行卡。出国的假象是怎么做的？他帮我找了一个人，声音和我很像的，做了一些技术处理，照片是 AI 生成的，场景用的是网上的素材，视频电话也是用了换脸技术。4个月。我说4个月的视频电话和消息，我都没发现那不是你。他没说话。帮我的那个人有一个小团队。你的安保朋友，这个人是谁？名字我不方便说，但他是真心帮我。他说只有让所有人，包括你，都相信我出了国，裴正章的人才不会来找你和小易的麻烦。所以你瞒了所有人，包括你父母，包括所有人。我妈以为我在德国，你以为我在德国，同事以为我辞职去了新公司。但你没去新公司。没有，我辞职之后直接消失了，在城东租了个房子，现金付的，假身份。然后被发现了，所以跑回家里。城东那边有人来踩过点，我从窗户看到的。我不确定他们是不是在找我，但不能冒险，当晚就搬了，只有家里最安全，因为他们不会想到我敢藏在自己家里。你怎么进来的？你没有钥匙？我有。出发去机场那天，我多配了一把。我闭上眼睛，揉了揉太阳穴。这个女人，在过去4个月里，她伪造了出国，在暗中独自生活了3个月，最后1个月藏在我家阁楼上，每天趁我上班的时候下来吃点东西，偷偷看看儿子，然后再回到那个不到15平方米的黑暗空间里。U 盘呢？在阁楼上，我藏好了。你打算怎么办？一直躲下去？不是，他摇头。我在等一个时机。我那个朋友帮我联系记者和优先人员，曝光数据即停新药。只要数据曝光 ，GR17被叫停，他就没有理由再来找我了。等多久？他说快了。你等了4个月，他说快了。他没接话。小玉知道你在这里，他快瞒不住了，已经跟我说了。我知道。他的表情变得紧张。他还说了什么？他说你让他保密，你很害怕，有坏人在找你。沈墨，你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我在这里。你不能继续住在阁楼上。没有别的地方可去。那就去报警，我陪你去。不行。椅子向后撞在墙上。你不懂，裴正，你手太长了。他在系统里有人，我去报警等于告诉他我在哪里。你一个人在阁楼上能撑多久？我能撑到数据曝光。如果你的朋友靠不住呢？他靠得住。你怎么确定？你连他的名字都不愿意告诉我。他又沉默了。这时候，我的手机响了，是青影发来的视频通话请求。我和面前的青影同时看向那个亮着的屏幕。别接。他说：“为什么？那不是我。你现在知道了，接了也是假的。如果我不接，他们会怀疑。”他想了想。你说的对，接吧。我按下接听键，屏幕里出现了青影的脸，妆容精致，背景是酒店房间，灯光柔和。老公，吃饭了吗？吃了。小玉呢？怎么没听到她的声音？在爷爷奶奶那边。哦，那挺好的，你也能休息休息。我看着屏幕里的这张脸，再看看坐在我对面的那个消瘦憔悴的女人，一模一样的面孔，完全不同的状态。对了，项目可能要延期，我回来的时间可能要往后推2到3周。为什么？甲方临时加了一些需求，没办法。具体推到什么时候？还不确定，确定了告诉你，你别担心啊。挂掉电话后，我看向青影，他脸上没有什么表情，只是很平静地说：“延期了。他们在拖时间。拖什么时间？如果一直维持我在国外的假象，你就不会报警，不会找人，不会把事情闹大。等他们找到我，或者等 GR77审批通过，生米煮成熟饭，这些数据就没用了。你是说那个假的你也是裴正威的人安排的？不是，不是。”他皱眉：“是我那个朋友安排的，但我开始不确定他到底是在帮我还是在拖住。你自己的安保朋友，你连他站哪边都不确定。我已经4个月没见过他了。”他低下头。最后一次联系是3周前，他发消息说一切按计划进行，然后没有下文。3周没联系。对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你可能被困住了？你的朋友控制了你的对外联络，给我制造了一个假的你，让我以为你在德国，让你以为他在帮你，但实际上你被关在自己家的阁楼里，与世隔绝，没有手机，没有网络。我有手机。他打断我，但只能联系他一个人，他给我配的加密通讯设备。只能联系他一个人。他意识到了什么，脸色一点一点变白。这跟囚禁有什么区别？他不是坏人。他的声音没那么笃定了。他帮我离开的时候冒了很大风险。他叫什么？他犹豫了很久。魏涛。魏涛，以前在一家安保公司做过，后来自己出来干。我在斯诺康的时候认识的。认识？什么关系？同事的朋友介绍的。他做企业安全咨询，
偶尔和制药公司打交道。你把身家性命交给一个同事的朋友介绍的，当时我没有选择。他几乎喊出来。陪诊狗的人已经在跟踪我了，我的车被撬了，手机可能被监听了。魏翔是唯一一个说可以帮我的人。我站起来，带我去阁楼。他犹豫了一下，然后点头。阁楼里的情况比我想象的要整洁，角落铺了一层薄毯子当床，旁边放着几瓶水、一些压缩饼干和几本书，墙上挂着一个小挂钟，不是我们家的，他自己带来的。有一个小型充电台灯，光线很暗，空气不好，有一股闷了很久的味道。U 盘呢？他走到一个旧纸箱旁，翻开底层的旧衣服，从一件冬季大衣的口袋里摸出一个黑色 U 盘，很小，指甲盖大小，所有的原始数据都在里面。2期试验的完整报告和提交给药监局的删改版本，两相对比，造假的证据一目了然。你自己看过吗？确认数据没问题。看过，没问题。我把 U 盘接过来，放进口袋里。这个我拿着。什么？这东西在你身上太危险了，你一个人藏在阁楼上，如果被发现，什么都保不住。他看着我，嘴唇动了动，最终没有反对。你今晚不要待在阁楼了。那我去哪里？你自己的家，你自己的床。如果他们……谁都进不来。今晚我在。那天晚上，青影在我们的卧室里睡了，我在客厅守了一夜，手机放在旁边，监控画面开着，盯着入户门和窗户。凌晨2点多，我打开笔记本电脑，插上 U 盘，里面有一个加密文件夹，密码青影之前告诉我。文件打开后，是一份长达70多页的临床试验报告，全英文。我不是医药专业的，但大致能看懂那些数据表。2期试验纳入受试者120人，其中6人出现3级以上不良反应，严重头痛、视力模糊、运动功能障碍，2人在试验结束后3个月内死亡，死亡原因被标注为与试验药物无关的基础疾病，但原始病例记录显示，这2名受试者在入组前身体状况良好，既往无严重疾病。提交给药监局的报告中，这6个人的数据被整体移除，受试者总数变成了114人，不良反应率从5%降到了0.9%。G217如果上市，可能会在上百万患者身上使用。按照5%的严重不良反应率，我关上了电脑。第2天是周日，我去父母家接回了小雨。回到家，小雨一进门就妈妈。青影从卧室里走出来，蹲下身，小雨扑进了他怀里。妈妈，你不用藏起来了吗？不用了，青影的声音在抖。妈妈不藏了。小雨高兴的不行，拽着青影的手在屋里到处跑，给他看自己新搭的积木、新画的画、幼儿园发的奖状。青影一直笑着，一直点头，一直说真棒。但我看到他的手一直在抖。那天下午，我做了几件事。第一，我把 U 盘里的数据拷了3份，一份存在加密云盘里，一份拷到另一个 U 盘藏在公司，原件留在我身上。第二，我查了君和资本和裴正伟的公开资料。君和资本是一家中型 P， 管理规模大约60亿，投了10几家医疗健康领域的公司。裴正则是创始合伙人，52岁，简历上写着清华毕业，沃顿 MB， 在医药投资圈算是有头有脸的人。公开资料里看不出任何问题，但我注意到一条新闻：2个月前，君和资本领投了斯诺康的 D 轮融资，估值达到45亿，而 G217是斯诺康估值的核心支撑。也就是说，如果 G217的数据造假被曝光，斯诺康的估值可能直接归零，裴正则投进去的几个亿也会打水漂，这就是动机。第三，我拨打了我一个大学同学的电话，他叫江涵，在一家财经媒体做调查记者，给过好几个新闻奖。沈墨，怎么想起来找我了？有个事情想请你帮忙，一家制药公司的临床数据造假，我手上有证据。电话那头安静了3秒，你说清楚。我简单描述了情况，没提青影的名字。这种事不是第一次了。江涵说，但你要搞清楚，你手上的证据能不能经得起验证。如果是原始数据和报错数据的对比，最好有来源可以追溯。另外，你得确保信源安全。信源就是我。你是当事人？我老婆是当事人。又是一阵沉默。那这个事情比我想象的复杂。你先别急，我了解一下斯诺康的背景，然后我们见面谈。尽快。明天行吗？行。挂掉电话后，我回到客厅，青影在沙发上，小雨趴在他腿上睡着了。我联系了一个记者，我说他的身体僵了一下。调查记者，靠得住的。你不应该。青影，你那个安保朋友已经3周没联系你了，你的假身份不知道还能撑多久，你不能继续躲下去了。但如果消息泄露出去，所以我选了一个靠得住的人。明天我和他见面，你要不要一起？他低头看了看怀里的小雨，过了很久才说我去。第2天，我请了假，把小雨送去幼儿园后，我和青影开车去了城北一家僻静的咖啡馆。青影做了简单的伪装，戴了帽子和口罩，换了一件我的外套。他坐在车里一路没说话，不停地看后视镜。江涵已经在里面等着了。他看到青影时明显愣了一下，青影的状态确实不好，脸色灰白，人手都脱了下。你好，我是江涵。青影点点头，没摘口罩。我把 U 盘交给江涵，简要说明了文件内容。江涵打开笔记本电脑，插上 U 盘，花了20分钟浏览数据。这份原始报告的来源你能确认？公司内部共享盘，文件属性里有创建时间、修改时间和创建者 ID。创建者是我们部门的数据管理员李维。他能作证吗？我不知道，我离职后没有再联系过任何同事。
这些数据如果拿到药监局复核，药监局里有人。青影说，裴正长在药品审批部门有关系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我们部门负责人私下说过 ，GR17的审批已经打过招呼了。江寒关上电脑，靠在椅背上。如果走行政举报的路线，药监局内部可能压下来；但如果先做媒体曝光，舆论压力下去，行政层面就不得不查。你能做吗？能，但我需要时间核实数据的真实性，不可能光凭一份文件就发报。我需要交叉验证，比如找到那6名受授者的家属，或者找到知情的内部人士。需要多久？快的话2周，慢的话1个月。太久了。GR17的上市申报可能这个月就会通过。你确定？裴正哲已经在安排上市后的商业化推广了。我离职前看到了一份内部邮件。江寒想了想，那我加快速度，1周之内给你们初步结论。但我有一个条件，你们必须保证人身安全。如果出了事，这些证据就白费了。我会保证。我说，离开咖啡馆的时候，青影突然拉住我。什么？你从什么时候开始相信我的？什么？小雨跟你说我藏在阁楼里的时候，你第一反应是不信。后来你装了摄像头，看到了我，但你还是可以选择不管，可以当我是个疯子，可以报警把我交出去。你为什么选择帮我？你是我老婆。他站在那里，帽子遮了半张脸，嘴唇在抖。你是我老婆。我又说了一遍，别的都是以后的事。他没再说话，低头上了车。回到家已经中午了，我给青影做了一顿饭。4个月来，他第一次坐在自己家的餐桌前正经吃饭。他吃了2碗米饭，1整盘番茄炒蛋和半碗汤。慢点儿，别噎着。他点头，但筷子没停。吃完后，他抬头看我，眼眶红了。你做的菜味道没变。你瘦了都有20斤。 15。他说，阁楼上能吃到的东西有限。下午我在书房整理思路，把目前掌握的信息列了一个清单。1. 青影4个月前发现 GR17临床数据造假，拷贝了原始数据。2. 裴正泽，君和资本是斯诺康大股东 ，GR17是核心资产。3. 青影通过安保人员魏涛策划了消失计划，对外假装出国。4. 魏涛安排了一个冒充青影的人，用深度伪造技术每天与我视频通话。5. 魏涛已经3周失联。6. 青影在城东的藏身处可能已被发现，被迫转移到家中阁楼。7. 药监局内部可能有裴正泽的关系人。8. GR17可能即将获批上市。问题：魏涛到底是谁？他真的在帮青影，还是另有目的？2. 那个冒充青影与我视频的人是谁？他现在在哪里？3. 如果裴正泽的人发现青影在家里，会采取什么行动？想到第3个问题，我打了个冷战。我马上检查了家里所有门窗的锁，确认都是关好的。然后我把入户门的密码锁换了新密码，只有我知道。你觉得他们找到你的概率有多大？我问青影，不知道，但魏涛失联让我很不安。如果他被抓了，他知道我可能会回家。他知道你在阁楼。我没告诉他，但他知道这个家的地址。你的加密通讯设备呢？他从兜里掏出一部旧款手机，魏涛给的，里面只有一个联络软件，只能发家消息，但他3周没回复了。给我看看。我打开那部手机，软件界面很简洁，聊天记录只有2个人，青影和 W。最后一条消息是3周前 W 发的，计划推进中，不要擅自行动，保持隐蔽。再往前翻，大部分都是类似的内容，保持耐心，不要联系任何人，一切按计划进行。你不觉得奇怪吗？我说，这些消息的信息量为0，没有任何具体进展、具体计划、具体时间表。他说细节不能在消息里说。4个月里他跟你见过面吗？1次都没有。青影，你把自己的命交给了一个4个月没见面，只通过加密消息说再等等的人。他不说话。这部手机我要查一下。怎么查？我有一个朋友做网络安全的。他犹豫了很久。好吧。当晚，我联系了另一个朋友赵明哲，做网络安全咨询的，以前同一个小区住过。老赵，帮我查个东西。什么？一部手机上的加密通讯软件，看能不能查到对方的真实 IP 或者身份信息。你搞什么？帮朋友的忙，不方便多说。行，把手机带过来，我看看。第2天中午，我把手机送到了赵明哲的工作室，他看了看那个软件，皱起了眉头。这不是市面上常见的加密通讯，自己写的或者定制的，加密级别不高，但有些防追踪的手段，能破吗？给我2天时间。2天后，赵明哲给我打电话，查到了。他的语气有些怪。那个 W 的消息，发送 IP 地址在过去4个月里一直在变，用的是 VPN 跳板，但有2次他可能忘了开 VPP， 裸连了。IP 在哪里？2次都在本市，一次在城南科技局附近，一次在……你坐稳了，在你们小区。我的手机差点掉在地上。你确定 ？IP 定位有几百米的误差，但基本确定就在你们小区范围内。什么时候的事儿？2周前和3周前各一次。我挂掉电话，脑子飞速转。魏涛或者 W，3周前在我们小区附近，也就是说，他可能来过，来看过青影的藏身之处，或者来确认他还在阁楼上。这个想法让我浑身发冷。我决定不把这个信息告诉青影，至少现在不告诉他。我需要先查清楚魏涛到底是谁。当天下午，我以企业安全咨询为关键词在网上搜索魏涛，没有找到任何精确匹配的结果，没有 LinkedIn， 没有公司官网，没有任何公开信息。一个做安保咨询的人，在互联网上没有任何痕迹。我换了个思路，
搜索了全球安保服务，青颖之前在 U 盘里保存的那张名片是前4名，查到了，是一家注册在香港的公司，注册资本10万港币，成立时间是2年前，法人代表叫魏永涛。除了工商注册信息以外，这家公司也没有任何线上存在，没有网站，没有社交媒体，没有客户评价，没有任何业务记录，一个空壳公司。我又查了魏永涛这个名字，找到一条2年前的新闻，某安保公司前员工魏永涛因涉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被立案调查。后撤案。下面有一段很短的报道，提到魏永涛曾在一家名叫顿时安保的公司工作，该公司为多家上市公司提供安全顾问服务，客户名单中包括君和资本。我盯着屏幕上那3个字看了很久，君和资本，裴正泽的公司，魏涛的前雇主的客户是裴正泽，这意味着什么？最好的情况，魏涛确实跟裴正泽的圈子有交集，所以了解青颖面临的威胁，因此愿意帮忙。最坏的情况，魏涛从一开始就是裴正泽的，如果是后者，青颖整个消失计划就是一个陷阱，他帮他消失，实际上是把他控制起来，给他一部只能联系他的手机，切断他与外界的一切联络，安排一个假的青颖跟我保持联系，让我以为一切正常，不会去寻找他。青颖以为自己在躲避裴正泽，但实际上一直在裴正泽的掌控之中。而 U 盘那份原始数据可能才是目标。魏涛要的不是青颖的命，是 U 盘。他一直在等青颖交出 U 盘的位置，但青颖没有告诉我，所以他一直在等，一直在发消息说保持耐心，不要擅自行动。3周前他来了小区，可能是在确认青颖的位置，或者在找 U 盘，然后他失联了，因为他可能已经找到了他需要的一切，不再需要维持那个假象，或者说他已经准备收尾了。一番推理下来，我惊得后背直冒冷汗，当即快步走向自家厨房。厨房里，青颖正忙着给小雨做蛋糕，小家伙踩着小板凳，踮着脚帮忙搅拌面糊，眼前一派安稳温馨的模样。青颖，我需要跟你谈谈。他看了我一眼，读出了什么，让小雨自己搅面糊，跟我走进了书房。关上门后，我直接说：魏涛的前雇主跟裴正章有业务往来。他的脸一下子失去了血色。顿时安保，听说过吗？顿时，魏涛说他以前在顿时干过。顿时安保的客户名单里有君和资本。他靠在书桌上，腿在发软。还有，你那部手机的 IP 追踪结果出来了 ，W 的消息有2次是从我们小区附近发出的，3周前和2周。不可能，他不知道我在这里。你确定你没有告诉他任何能定位到这里的信息？我没有说具体地址。他在回忆，我说过我回了一个安全的地方。他问我是不是回家了，我说不是。他问了。对，一个正在帮你隐藏的人，为什么要问你是不是回家了？他张了张嘴，没说出话来。青颖，魏涛可能是裴正怪的人。不，他帮了我，他帮我设计了整个消失方案。他设计了一个方案，让你与世隔绝，切断你所有的社会关系，让你只能依靠他一个人。这不叫帮忙，他叫控制。他开始颤抖。他们要的是 U 盘。我说，只要 U 盘在你手里，他们不会动你。但一旦他们知道 U 盘在哪里，或者一旦他们确认你已经把数据给了别人，话没说完，我的手机响了，是青颖，那个假的青颖发来的视频通话，我没接，10秒后又打来，我还是没接。第3次打来的时候是文字消息，沈默，接电话，这很重要。我看了青颖一眼，他微微点头，我接了，屏幕亮起来，还是那张精致的脸，但这一次他的表情不一样，不再是温柔的妻子模样，而是一种冷淡的、公事公办的面貌。沈默先生，声音还是青颖的声音，但语调完全变了。你是谁？我问。这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妻子手里的那份数据，我们需要拿回来。所以不演了。你已经知道真相了，演下去没有意义。你是裴正经的人。我为谁工作不重要，你只需要知道一件事：交出 U 盘，你和你的妻子、孩子可以继续正常生活，我们不会追究。如果不交呢？你不会想知道不交的后果。我已经把数据备份了。沈默先生，我建议你不要做蠢事。备份可以被找到、被删除，后果会很严重。电话断了，我和青颖对视。他们知道了。他的声音在抖。收拾东西，我们走。去哪里？先离开家。我抱起小雨，青颖拿上 U 盘和手机。我们在5分钟之内出了门。电梯下到负1层车库的时候，门开了，门外站着2个人，西装、短发，戴着耳机。卓先生，不对，沈先生。其中一个说：“请留步。”我把小雨挡在身后。我们不想为难你。另一个人说：“只是需要聊聊。”聊什么？你知道聊什么？我的手攥着车钥匙，大拇指按在了紧急报警按钮上。我已经报警了。他们对视了一眼。沈先生，报警对你没有好处。你妻子伪造出国、隐匿行踪，这些行为本身也有法律风险。这是危险。这是善意提醒。爸爸，是坏人吗？没有人说话。就在这时，车库的另一端传来了脚步，很快的脚步上，一个人走过来，中等身材，穿黑色冲锋衣，脸上没什么表情。那2个人看到他，明显愣了一下。魏涛，青颖脱口而出。来人看了他一眼，没回应，然后他看向那2个人。任务取消了。什么意思？裴总让撤。2个人对视，犹豫了一下，其中一个按了按耳机，听了几秒，然后点头。他们转身走了。青颖往前迈了一步。你3周没联系我，
忙。忙什么？你知不知道我知道，我什么都知道。魏涛打断他，包括你丈夫已经把数据给了一个叫江寒的记者。我全身的汗毛竖起来了。你怎么知道？魏涛没回答我，而是从口袋里掏出一部手机，打开了一个页面，递给我，是一篇还没发布的新闻稿，标题是斯诺康核心药品 G217临床数据涉嫌造假，内部文件曝光，作者江寒。你的记者朋友动作很快。魏涛说，这篇稿子明天下午发。你是怎么看到的？我有渠道。你到底是哪边的？青影问。你帮我消失，给我手机，让一个人冒充我跟沈墨通话，结果那个人最后替裴正林来威胁我丈夫，你到底在干什么？魏涛看了他几秒，然后做了一个出乎所有人意料的动作，他笑了，不是冷笑，是一种很累的笑。他指了指车库里一排停着的车，坐吧，话比较长，站着说。行。魏涛靠在柱子上。我确实在顿时安保干过，也确实和裴正丹有过业务往来，但我不是他的人。证据呢？3年前顿时给君和做安全审计的时候，我在项目组里，审计过程中我发现了一些异常，裴正指的资金链条有问题，有一笔钱的走向指向了药品审批部门的一个处长，我留了证据，然后递了辞职信。所以你也是举报人？青影的声音变了。不算，我没举报，因为我当时没有足够的证据做一个完整的链条，我只有资金走向，没有这笔钱具体干了什么。然后你找到了秦颖？不是找到，是碰上了。你们部门的人介绍我认识了秦颖，我一听他的情况就知道，他手里的数据加上我手里的资金证据，两条线合在一起就是一个完整的证据链。裴正只贿赂药审人员帮 G217过审，而过审的基础是一份造假的数据。那你为什么不直接跟我说？你为什么要搞那么复杂的消失计划？因为裴正正的反应比我预期的快。你辞职那天停车场里出现的人不是裴正正派的，是药品审批部门那个处长自己派的。那个人比裴正正更狠，因为他的官位和自由都压在 G217上。所以你让我消失是为了保护我？保护你，也保护数据。如果你被他们拿住，数据就完了。那冒充我跟我丈夫通话的人呢？那也是保护？是为了维持表面的平衡。只要青颖还在德国正常生活，裴正章的人就不会来骚扰你和孩子。一旦这个假象破了，他们就会直接来找你。但今天那个假的青颖替裴正章威胁我了。魏涛的脸沉下来。那个人叛变了。什么？我找的那个做深度伪造的人姓陈，技术很好，但裴泽出了更高的价，他上周被买通了，所以才有了今天的事。他们用他直接联系你，摊牌。所以你3周的失联，我在处理他的问题。我发现他开始跟裴政委的人接触，就切断了跟青颖的通讯，避免暴露更多信息。你可以跟我说一声。你知道我在阁楼上一个人待了3周，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，每天都以为自己会……我知道。魏涛打断他，我很抱歉，但如果我联系你 ，IP 可能会被截获，你的位置就暴露了。那你今天为什么出现了？因为你丈夫做了一件我没预料到的事，你把数据交给了记者，这加速了一切。裴政委的人现在知道数据已经扩散了，明天稿子一发，他们就完了。所以他们今天来收尾，不是为了拿回数据，是为了采取措施。那你让他们撤了？我告诉他们裴正贵下了命令，实际上裴正贵什么都不知道，他们是药品审批部门那个处长的人，不是裴正贵的核心团队，下一下就走了。这能管多久？到明天下午，稿子一发，舆论起来了，他们就不敢动了，在公众视野下动手等于找死。你确定？90%。那剩下10%呢？所以今晚你们不能回家。我看了一眼抱着小雨的青颖，小雨已经趴在他肩膀上睡着了，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去哪里？我安排了一个地方。我为什么要相信你？魏涛从口袋里掏出一个 U 盘，这是我那份证据，裴正长向药品审批部门行贿的资金链条记录，你拿着。如果我有问题，你拿这个东西去报警，我一样完蛋。我接过 U 盘。你跟江寒联系过吗？今天上午联系的，我把我手里的资金证据也给了他，2条线并成一篇稿子。你的记者朋友很专业，已经找到了2名受偿者的家属做了交叉问证。他没跟我说，我让他先别联系你，怕引起对方注意。青颖看着魏涛，眼神复杂。你说了这么多，我怎么知道哪句是真的？你不知道。魏涛说得很坦率，但你有数据的备份，你丈夫有我的证据，记者手里有完整的稿子。就算我从现在开始消失，这件事也已经挡不住了。我已经没有能力骗你了。这是整个对话里最有说服力的一句话。当晚我们住在城西一个不起眼的商务酒店，魏涛开的房用的是他自己的证件。他们要查也是先查到我。他说给你们争取时间，明天下午3点稿子上线，在那之前不要出门。关上门后，青颖给小雨洗了澡，哄她在大床上睡着了。然后他走到窗边，拉开窗帘的一个角，往外面看。你在看什么？看有没有人。我锁了门帘。他放下窗帘，转身靠着墙，慢慢蹲下来。我没想到会变成这样。你以为会怎么样？我以为我悄的消失，悄悄的等数据被公开，然后悄悄的回来，什么都不会改变。你甚至不需要知道。你打算瞒我一辈子？我打算瞒到不需要瞒为止。那万一呢？万一魏涛真的是裴政委的人？万一你在阁楼上出了什么事？我想过这个可能。他的声音很轻。我在阁楼上写了一封信，藏在那堆旧衣服的最底层。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了，你会在收拾东西的时候找到。写了什么？该说的都说了，数据在哪里，发生了什么，是谁做的，还有给你和小姨的话。我没接话，他抬头看着我。沈墨，
谢谢你没有当我是疯子。你差一点就是阁楼上住了快1个月。我是说，谢谢你相信了小乙。一个3岁半孩子说妈妈藏在阁楼里，大多数人会觉得是胡说八道。我一开始也觉得是，但你还是装了摄像头。因为饼干少了。他笑了，草莓味的。草莓味的。第二天下午2点40分，我们坐在酒店房间里，江寒的稿子还有20分钟上线。魏涛发来消息，一切正常，没有异常动静，做好准备。2点55分，我刷新了江寒所在的媒体，首页还是那些日常新闻。3点整，刷新，头条换了，独家调查斯诺康核心药品 G217 临床数据涉嫌大规模造假，隐瞒致命不良。作者江寒。我点进去，文章很长，分为4个部分。第一部分 G217 的研发背景和商业价值。第二部分原始临床数据与报送数据的比对，详细列出了被删除的6例严重不良反应和2例死亡。第三部分2名已故受试者家属的证词，以及一份匿名内部人士的陈述。第四部分君和资本与药品审批部门之间的资金链条证据，数据来源标注为知情人士提供的内部文件。文章发出后的第1个小时，评论区涌入了2000多条评论，这是谋杀 G217 必须立刻叫停审批，药监局不表态吗？3个小时后，多家主流媒体跟进报道，民生栏目组联系了江寒。晚上8点，药监局官方公众号发布声明，已关注到相关报道，将对斯诺康 G217 的临床试验数据进行全面复核，在复核期间暂停该药品的审批流程。晚上10点，斯诺康官方微博发表声明，称报道内容严重失实，公司将保留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。评论区清一色的骂声。第二天早上，君和资本官网首页的团队介绍页面上，裴正泽的照片和简介被撤下了。江寒告诉我，裴正达昨天连夜转移了一笔资金，目的地可能是海外。有人在机场看到了他，但他最终没有登机，被相关部门限制离境。被相关部门限制离境了。看来药监局内部那个处长先扛不住了，主动交代了一些东西。3天后，警方正式立案调查斯诺康 G217 数据造假事件。裴正泽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，罪名包括行贿罪和生产销售假药罪。药品审批部门涉案处长被开除公职，取消党籍。斯诺康股价1天之内蒸发82%，君和资本基金清盘，裴正泽的资产被冻结。1周后，我们回家了。开门的那一刻，小雨跑进去，在每个房间转了一圈，最后站在2楼走廊，仰头看着阁楼入口。爸爸妈妈不用再藏在上面了吧？不用了，真的？真的，坏人被抓走了。那妈妈以后都跟我们一起住啦？对，以后都一起。青影站在楼梯口，看着小雨仰头的背影，眼泪掉下来。我走过去，站在他旁边，上去看看。他摇头，不想再上去了。那就把东西搬下来，然后把那个门封了。好。青影后来去了一家新的制药公司做合规总监，专门负责临床试验数据的审核和监管，年薪比以前翻了1倍。但他说钱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再也不会有 G217 这样的事情从他的手底下漏过去。江寒凭那篇调查报道拿了年度新闻奖。魏涛消失了，不是那种令人不安的消失，他在一切尘埃落定后发了最后一条消息给我：U 盘你留着当纪念品吧，我换了行当，不干安保了，以后别联系。赵明哲帮我查了那部旧手机的 GPS 日志。魏涛在过去4个月里的活动轨迹遍布整个城市，有时候一天跑4、5个地方。他确实在忙，在为青影的安全奔波。也许他不是一个好的沟通者，但他是一个靠谱的人。至少这一次是。半年后的一个周末，我在阳台上画图纸，青影在客厅陪小雨搭积木。爸爸，你看，这是我给妈妈造的房子，比阁楼大100倍。好看。我说，妈妈喜欢吗？妈妈说她再也不要住阁楼了，她说她要住最大最亮的房间。青影从客厅探出头来，看着我，嘴角翘了一下。那就住最大最亮的房间。小雨笑着跑走了。阳台的风很好，我转头看了一眼2楼走廊尽头，阁楼的入口已经被封死，上面贴了一层新的墙纸，看不出那里曾经有过一扇门，看不出那里曾经藏过一个人，看不出那里曾经装过一整个不能说出口的秘密。但我记得，我会一直记得3岁半的小雨在黑暗中拉着我的手指说：“爸爸，妈妈藏在阁楼里。”